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猪废皮。上期介绍了一个引发全球关注的新闻事件，背后涉及的企业就是拥有超过9亿用户的通讯软体巨头 Telegram。还没观看前支影片的朋友，可以至说明栏查看连结，里头详细介绍了 Telegram 的创办人的故事。最近Telegram 的创办人兼 CEO Pavel Durov 在法国被捕的消息震惊了全球，但我们今天要揭示的不仅仅是这个震撼事件，还有一份英国金融时报最新披露的 Telegram 财务报告。这份报告揭示了这个庞大平台背后的财务状况，让我们看到了这家公司的另一个面向。首先，从前阵子发生的事件说起。上周 Telegram 的创办人兼 CEO Pavel Durov 飞抵巴黎后，竟然遭到法国反诈骗办公室的拘留。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全球媒体和用户的广泛关注。Durov 被拘留的原因是 Telegram 平台涉及多项非法活动，这些指控无疑是非常严重的，甚至让人怀疑这是否会对 Telegram 这个庞大且有着全球影响力的平台产生致命影响。经过96小时的拘留，法国检方在8月29日表示，Durov 因涉嫌共谋非法交易、洗钱及拒绝向当局提供资讯等罪名被正式起诉。虽然他以500万欧元的保释金获释，但每周必须到警察局报到2次，而且不得离开法国。此事引发了全球的强烈反应，尤其是那些一直以来支持 Telegram 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批评法国政府的做法，认为这是在压制言论自由。有趣的是，连曾与 Telegram 有过节的俄罗斯政府都出面力挺 Pavel Durov。克里姆林宫发言人 Dmitry Peskov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 Pavel Durov 在俄罗斯也曾面临 Telegram 营运方面的问题，但俄罗斯从未逮捕过他。Peskov 还进一步指出，尽管 Telegram 平台上确实存在恐怖分子使用的情况，但这并不是逮捕 Durov 的理由。他举例说，恐怖分子也会使用汽车，但我们不会因此逮捕汽车公司的 CEO。这一言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事实上，俄罗斯曾在2018年开始封锁 Telegram， 因为 Telegram 拒绝让国安单位存取其用户的加密讯息，但后来于2020年放弃了封锁。这显示出，即使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对于 Telegram 的立场也是复杂而矛盾的。针对俄罗斯和其他批评者的指责，法国总统马克宏也做出了回应。他强调 Pavel Durov 的案件是由法国司法系统独立处理，并非出于政治目的。马克宏表示，对 Durov 的逮捕是司法调查的一部分，最终结果将由法官裁定，而非政治决定。马克宏还否认了关于他原计划与 Durov 共进晚餐的传言，表示他对 Durov 来法国一事毫不知情。就在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 Pavel Durov 被捕的同时，英国金融时报于8月30日披露了一份令人震惊的 Telegram 财务报告，揭示了这个通讯巨头的经营状况。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Telegram 在2023年的营收达到了3.425亿美元，但高额的营运成本导致其亏损达到了1.07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税务和其他资产减值。这表明，尽管 Telegram 在全球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但在盈利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Telegram 的成本结构主要来自于其庞大的基础设施需求，如伺服器频宽以及安全维护等。Durov 曾公开表示， Telegram 每年需要数亿美元来支持其运营，这样的成本结构对于任何公司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当这家公司长期以来都以免费服务为主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时报》报道中披露了 Telegram 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为加密货币。根据这份报告， Telegram 在2023年总收入中的42%来自于加密货币相关业务，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具体来说， Telegram 的加密货币相关收入主要来自于其钱包业务，这项业务在2023年产生了1.3亿美元的收入。 Telegram Premium 订阅服务也贡献了9400万美元，而广告收入则达到了7057万美元。除此之外， Telegram 还通过销售 NFT 收藏品如域名和贴图，获得了1781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数字显示， Telegram 在区块链和加密货币领域的业务已经成为其收入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其钱包功能，允许用户交易、储存、发送和接收加密货币，并且主要使用 Telegram 的原生加密货币 TON 进行支付。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Telegram 在2024年
已经出售了部分 Ton， 获得了超过2.43亿美元的现金收入。尽管 Telegram 在加密货币领域取得显著的收入，但《金融时报》也指出 ，Pavel Durov 所宣称的 Telegram 估值达到300亿美元的说法可能难以令人信服。报道中质疑，即使不考虑对于加密货币的严重依赖，以及 Telegram 的巨额负债，仅凭其3.425亿美元的收入和超过4.5亿美元的营运费用，就很难让人相信这样一家公司估值能达到300亿美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型通讯或社群平台往往在早期都是消耗大量资金吸引用户，之后才会考虑如何盈利。举例来说 ，Twitter 现称 X， 自2006年创立以来，也长期处于亏损状态，直到2018年才首次实现全年盈利。这主要得益于广告业务的逐步改善、成本结构的优化以及活跃用户的增长。Telegram 是否能够在持续扩展用户的同时，创造更多收入，并解决法国政府质疑平台协助非法交易的指控，将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2024年3月，《金融时报》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Durov 透露 Telegram 可能考虑在美国上市。一旦 Telegram 实现盈利且市场条件允许，这个拥有9亿用户的平台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科技股的焦点。据报道 ，Telegram 已经筹集了约2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其中包括2021年发行的10亿美元债券，以及去年发行的7.5亿美元和2.7亿美元债券。如果 Telegram 能够顺利上市，这将有助于其进一步扩大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同时也为公司带来更多的资金支持。就在 Pavel Durov 被捕后，俄罗斯政府再度批评法国的行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 Dmitry Peskov 强调，这是对俄罗斯公民权利的侵犯。Peskov 还指出，法国此举是在试图压制 Durov 这样的创新者，因为他的企业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力构成了潜在威胁。Peskov 进一步警告，这种行为可能会对俄法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他表示，俄罗斯政府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考虑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其公民的权利。俄罗斯政府的强硬立场可能会引发更广泛的外交争端，并进一步恶化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这种情况反映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法国政府对于科技公司的干预可能会对全球科技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法国这次的行动引发了关于政府干预科技企业运营的广泛讨论，尤其是在全球经济日益数位化的今天。尽管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并打击非法活动，但这次对 Telegram 的行动是否过度仍有待讨论。一些观察家认为，这可能会让其他大型科技公司考虑在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扩展业务时感到犹豫不决。他们担心类似的干预可能会让公司在营运自由和政府监管之间难以取得平衡，这对于那些依赖全球用户群并在多个司法管辖区运营的公司尤其值得关注。与此同时， Telegram 在其他国家也面临挑战。南韩和印度的政府分别启动了对 Telegram 的调查，这进一步加剧了 Telegram 在全球的法律风暴。南韩政府表示将调查 Telegram 是否参与了未成年人的性剥削案件，而印度政府则怀疑 Telegram 可能涉及违反当地的数位隐私法。南韩这次调查是由于该国早在2020年爆发的 N 号房事件，该事件涉及利用 Telegram 等平台分发非法内容，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的性剥削影片。此案让南韩民众对 Telegram 的信任度大幅降低。尽管 Durov 已公开表示 Telegram 会配合调查并删除非法内容，但这并没有平息社会的怒火。南韩政府因此启动了进一步的调查，这让 Telegram 在南韩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而印度方面对于数位隐私和数据保护的担忧日益增加，印度政府已经多次要求 Telegram 遵守本地法律，并交出涉嫌犯罪的用户资料，但 Telegram 以保护用户隐私为由拒绝合作。且在今年6月，印度举行了每年2次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国家资格测验后，隔天却意外宣布将此次考试成绩取消。后来，教育部部长 Dharmendra Pradhan 才坦言，因为试卷题目早已在社群平台 Telegram 和暗网上流传，失去了公平性，这导致印度政府开始加强对 Telegram 的监管，甚至考虑对其在当地的运营实施更多限制。在面对这些来自各国政府的压力时， Telegram 是否会考虑进一步去中心化，成为加密货币社群的一个核心问题。去中心化可以让 Telegram 更难以被政府干预，并保护其用户的隐私，但这也可能让平台更难以控制非法活动。Pavel Durov 早在2021年就曾公开表示，
是，他希望 Telegram 能成为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平台，让用户能够完全掌控自己的数据。这与 Telegram 一直以来强调的隐私和安全理念是一致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 ，Telegram 需要克服技术和法律上的诸多挑战。在技术层面，去中心化意味着 Telegram 需要在区块链技术上进行更多的投入和创新，尤其是在交易速度和可扩展性方面，这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而 Telegram 目前的财务状况可能会让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在法律层面，去中心化可能会让 Telegram 更难以应对来自各国政府的监管要求，这可能导致 Telegram 在某些国家被封锁或被迫退出市场。尽管如此，Durov 似乎仍然决心将 Telegram 推向去中心化的方向，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监管环境。最后，让我们来谈谈 Telegram 与其原生加密货币 TON 的未来发展。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Telegram 已经透过出售部分 TON 筹集了2.43亿美元的资金，这表明 TON 仍然是 Telegram 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TON 的全称是 The Open Network， 最初是由 Telegram 团队开发的一个区块链项目，目的是创建一个快速且高效的去中心化平台。尽管 Telegram 在2020年因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法律纠纷被迫退出 TON 项目，但这个项目仍然由社群接管并继续发展。目前 TON 的市值已经达到数十亿美元，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获得了更多的采用。Telegram 的钱包功能也主要基于 TON， 这使得 TON 成为 Telegram 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如此，TON 仍然面临不少挑战，例如如何吸引更多的开发者和用户，如何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如何解决潜在的法律和监管风险，都是未来TON 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总结来说 ，Pavel Durov 的被捕事件揭示了 Telegram 在全球面临的诸多挑战，但也显示了这个平台在面对困难时的韧性。从加密货币收入的增加到去中心化的未来 ，Telegram 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无论未来如何 ，Telegram 的故事都将继续吸引全球的关注。请大家持续关注小猪频道，将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和分析。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